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赵丽颖双料事后仍难拿白玉兰，业内人：现实题材才是硬通货。赵丽颖这个名字最近又一次和白玉兰奖紧紧绑定在了一起，这已经是她第3次提名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了。前2次分别凭借《花千骨》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入围，但最终都遗憾止步。这一次，她靠风吹半夏再次杀入提名名单，业内却有人直言，现实题材才是硬通货。在白玉兰评委的偏好中，那些厚重带有强烈现实关照甚至主旋律气质的作品往往更占优势，比如《悬崖人世间》这类作品，天然更容易站上领奖台。赵丽颖虽然凭借《风吹半夏》已经尽力贴近这一评价体系，但最终还是输给了《吴越在县委大院》中的表现。有媒体统计，85后小花杨幂、刘诗诗、赵丽颖、唐嫣、刘亦菲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累计7次提名白玉兰，却始终零获奖，也因此被外界戏称为陪跑天团。赵丽颖的转型之路其实远没有外界想象中那么轻松，从古装偶像剧一路走向现实主义题材，她几乎是一步一步自我重塑，剪短发、素颜出镜，刻意晒黑皮肤，甚至为了贴近角色主动减重，把身体状态完全交给人物需求。去年播出的《小城大事》中，她饰演的李秋萍一角，不仅让央视收视率突破2%，还得到了《人民日报》的点名肯定。更有意思的是，剧中所对应的原型城市旅游搜索量也随之大幅上涨，角色的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然而，即便如此，白玉兰评委的评判尺度似乎依旧更偏向所谓体制内表达，那些更直接承载政策语境或宏大叙事的作品更容易获得青睐。业内人士也曾坦言，飞天奖更看艺术表达，金鹰奖更偏贯众缘，而白玉兰却卡在现实题材这个相对硬性的门槛上。也正因如此，赵丽颖虽然已经拿下飞天奖、金鹰奖双料事后，却在白玉兰奖项上始终未能突破。今年的白玉兰提名名单中，杨幂与赵丽颖再度正面相遇。杨幂凭借哈尔滨1944发起冲击，而赵丽颖则带着小城大事再次出征。网友甚至调侃，85花这次要是再不拿奖，可能真的要组团去白玉兰组委会门口跳爱你了。调侃背后其实也折射出一种更现实的疑问，如果赵丽颖这一次依旧止步提名，那么是否意味着非主旋律题材的演员在主流奖项体系中始终难以真正突围？也有制片人在私下感慨，如今资本在项目选择上越来越谨慎，纯商业类型剧的空间被不断压缩，取而代之的是更稳妥、更安全的现实题材与主旋律表达。当奖项评判标准与市场创作活力之间逐渐出现错位时，受影响的显然不只是某一位演员的得失，而是整个行业内容多样性的空间。不过话说回来，奖项或许可以定义某一刻的荣誉，但很难定义一位演员真正的价值。赵丽颖早已用一部又一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观众记住的是李秋萍这样的角色，是她在荧幕上的真实与投入，而不是奖杯上那一行冰冷的刻字。很多人都在替赵丽颖觉得可惜，明明已经拿下飞天、金鹰双料事后，观众口碑、收视成绩、国民度几乎样样不缺，可偏偏到了白玉兰这里，总像差了最后一步。但如果认真去看这几年她走过的路，其实会发现，她最难得的地方，从来不是离奖项有多近，而是她真的在一点点撕掉曾经属于流量演员的标签。早年的赵丽颖太容易被外界定义了，圆脸、古偶、爆款女主、收视女王这些标签一度既成就了她，也限制了她。
尤其在白玉兰这种偏重现实表达的奖项体系里，古装偶像剧天然就不占优势。花千骨之否再火，角色影响力再大，在很多传统评审眼里，始终和厚重现实主义隔着一道门槛。这其实不只是赵丽颖一个人的困境，也是很多85花共同面对的问题。可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她没有停在舒适区。从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到小城大事里的李秋平，你会发现她开始主动往泥里扎。她不再执着于漂亮镜头，不再刻意维持女明星的精致感，甚至有时候故意让自己显得疲惫、粗粝、暗淡。那种变化其实骗不了人，因为真正的转型不是换个题材喊口号，而是演员敢不敢把自己身上的明星感打碎。风吹半夏播出的时候，很多观众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赵丽颖能把一个在时代洪流里摸爬滚打的女性演得那么有生命力。她演的不是爽文大女主，而是一个真实的人，会算计，会倔强，会狼狈，也会在深夜里露出一种被现实碾压后的脆弱感。那种状态其实已经非常接近白玉兰一贯偏爱的现实气质了。但偏偏白玉兰这些年的审美又确实有她自己的安全区。县委大院这样的作品为什么容易被青睐？因为它天然带着主流现实表达的厚度，包括《人世间觉醒年代》这一类剧本身就拥有更强的时代叙事背景，它们不只是角色和故事，更承担着一种宏观表达。而相比之下，风吹半夏虽然也是现实题材，却依然带有浓烈的商业叙事色彩，所以最后吴越获奖，很多业内人其实并不意外。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如果奖项越来越集中于某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很多优秀演员的突破空间其实会越来越窄。观众现在之所以讨论赵丽颖为什么总差一点，本质上并不是质疑获奖者，而是在讨论一个演员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真正被主流奖项体系完全接纳。尤其是85花这一代女演员，其实很特殊，她们赶上了流量时代最疯狂的时候，也因此长期被贴上偶像演员的标签。可现在回头看，会发现真正还留在牌桌上的人，几乎都在拼命转型。有人去演年代剧，有人去挑战悬疑题材，有人开始接触现实主义女性角色。而赵丽颖是其中转型动作最大也最彻底的一个，因为她身上有一种特别明显的草根感，这种气质很奇妙，不是贬义，反而是一种很多演员没有的真实。她演农村姑娘、小城女性、底层奋斗者，总会有一种天然的信服力。尤其小城大事里那个李秋平，很多观众说像极了现实里真正会遇见的人。他不会高高在上，也不悬浮，甚至有时候你会忘记他是明星。这一点其实比奖杯更难，因为奖项有周期，有评审偏好，也会受到题材环境影响。但观众记住一个角色，却往往只靠一种东西：真实。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赵丽颖的路人缘反而越来越稳。很多人以前可能只是觉得她红，现在却开始慢慢承认，她确实已经走进了实力派演员的行列。尤其对很多30岁、40岁以上的观众来说，她身上那种不服输的劲儿特别有共鸣。不是一路开挂的人生，而是明明被质疑、被否定，却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有时候再看白玉兰这个结果，反而会觉得她当然重要，但也没那么重要。真正厉害的演员不会因为一次没拿奖就被否定，相反，有些人哪怕手握奖杯，观众几年后也未必记得住角色。但赵丽颖这些年留下的许半夏、盛明兰、李秋平，却是真正进入了大众记忆里的。而且很现实的一点是，现在的赵丽颖其实已经不再需要靠一个奖来证明自己了。她最可怕的地方是观众依然愿意相信她下一个角色。一个演员到了这个阶段，说明他真正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表演生命力。
奖项会有遗憾，行业会有偏好，可只要观众还愿意看他演戏，他就始终拥有继续向前的底气。或许未来某一天，他终究会站上白玉兰领奖台，但即便那一天晚一点到来，也不影响很多观众早就已经把他当成真正的视后了。赵丽颖接新戏，脑部受伤后隐藏病情，网友：这角色太敢演。谁能想到，刚在商战题材剧中塑造完雷厉风行、气场全开的女企业家形象，赵丽颖的下一部作品竟然要直接踏入更加危险也更加复杂的刑侦领域，化身刀尖上的舞者。近日有可靠消息传出，她正在接触张永新导演执导的刑侦剧《女刑警队长》。消息一经曝光，立刻在粉丝圈与剧迷群体中引发强烈震动与热烈讨论。毕竟，赵丽颖这些年的转型路径一直走得极为稳健，每一次角色选择都带着明显突破意味，而这一次挑战女刑警，无疑又将成为她演艺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跃迁。据多方媒体报道，该剧原名《目光前行》，改编自真实人物原型故事，讲述市公安局女警常明一路成长与蜕变的经历。常明最初是一名谈判专家，在一次极度紧张的劫持案件中，因意外事故导致同事失明，这场变故让他背负沉重愧疚，也因此接任刑侦大队副队长的职位。然而命运并未就此放过他，他在事故中脑部受伤，并逐渐患上双相障碍，却仍选择隐忍病情，在情绪波动与理性克制之间艰难维持平衡，一边与自身精神状态对抗，一边带领团队侦破案件，最终在一次次破局与自我撕裂中完成与内心的和解。该剧制作班底同样颇具分量，由曾执导《觉醒年代》的张永新担任导演，整体质感与叙事深度备受业内期待。如果进展顺利，预计将于7月正式开机。相比赵丽颖以往塑造的角色，这一次的常明显然更具复杂层次与表演难度。他不仅需要展现刑警职业的果断、冷静与专业，还要深入呈现双相障碍状态下人物在情绪高低起伏中的撕裂感与脆弱感。这种在理性与失控之间不断拉扯的状态，对演员的控制力与爆发力都是极高要求。而张永新导演一贯擅长刻画人物内在深度，无论历史人物还是现实题材角色，都能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精神世界。这样的创作风格与这一角色本身的复杂性高度契合，也让外界对这次合作充满信心。消息传出之后，网络讨论迅速升温，热度持续攀升。不少粉丝第一时间表达期待，直言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赵丽颖的刑警造型。还有网友开始自发讨论男主角人选，其中刘学义的呼声尤为突出，认为他与赵丽颖无论是气质还是戏剧张力都具备很强的匹配度，有望碰撞出全新的火花。同时，也有不少观众呼吁剧方尽快官宣阵容，让这部充满现实质感与情绪张力的刑侦作品早日揭开面纱。从幸福到万家中坚韧倔强的何幸福，到风吹半夏中果敢锋利的许半夏，赵丽颖一直在不断打破外界对她的既定印象，用一个又一个跨度极大的角色证明自己的可塑性。这一次若真的接下刑侦剧，无疑又是她在表演路径上的一次主动突破，也进一步展现了她对复杂人物与现实题材的驾驭能力。外界也因此更加期待她能在女刑警队长中呈现出一个既真实可感又充满生命力的女刑警形象，让角色真正活在观众心里。看到这次赵丽颖被迫接触女刑警队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其实都是一句话：她现在是真的越来越敢演了。这些年一路看着赵丽颖转型的人，会特别明显的发现，她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只会演甜宠和古偶的流量花了。她现在调角色有一种特别明显的特点，越难演、越复杂、越容易消耗演员情绪的角色，她反而越感兴趣。而女刑警队长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常明这个角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女主爽剧，她没有一路开挂，也不是那种永远冷静、
永远正确的完美女警。相反，她身上背着巨大的心理创伤，同事因事故失明，自己脑部受伤，还长期隐藏双相障碍，在情绪失控与职业理性之间反复挣扎。这样的角色其实特别难演，因为它需要演员同时具备克制和崩塌两种状态。很多演员能演强势，但未必能演脆弱；很多演员能演情绪爆发，但未必能演压抑后的失控。可赵丽颖这些年的进步，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她越来越懂得怎么去演人物内心。从幸福到万家的何幸福，到风吹半夏的许半夏，她已经不再依赖外放式表演，而是开始学会用眼神、停顿、情绪层次去塑造人物。尤其风吹半夏时期，她那种又狠又疲惫又强撑着不肯倒下的状态，其实已经让很多观众看到了她驾驭复杂角色的能力。所以这次网友会这么激动，并不只是因为赵丽颖演刑警这个噱头，而是大家真的觉得这个角色可能会把她的表演再往前推一步。尤其隐藏病情这个设定非常容易出彩，因为双相障碍角色最怕演成脸谱化，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变成歇斯底里式表演。但张永新导演最擅长的，偏偏就是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觉醒年代之所以后劲那么强，就是因为他很会拍人物的信念感与内心撕裂感。所以如果真的是赵丽颖搭档张永新，这种组合其实很值得期待。一个越来越想突破自己的演员，遇到一个特别会挖人物内核的导演，往往最容易碰撞出惊喜。而且很现实的说，现在国产剧里真正能把女刑警拍得有血有肉的作品，其实并不算多。很多时候，女性角色只是职业身份变成刑警，但本质还是偶像剧逻辑。真正能把职业压力、心理创伤、女性困境以及人物成长融合在一起的作品非常少。所以这部剧一旦拍好，意义可能不仅仅只是赵丽颖又接了一部新戏，它更像是她进入现实题材深水区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一次高难度挑战。尤其如今的赵丽颖，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很微妙的阶段，她已经不需要再证明自己有没有流量，也不需要再靠热搜维持存在感。相反，她现在最在意的反而是角色厚度和作品生命力。为什么这几年她总在现实题材里打转？因为她明显已经开始把演员价值看得比明星光环更重要。这一点其实挺让人佩服的。娱乐圈很多人到了她这个位置，会更倾向于接轻松、安全、稳妥的项目，既能赚钱，又不容易翻车。但赵丽颖偏偏一直在往更累、更沉重、更消耗自己的方向走。某种程度上，她真的有点像拼命型演员。甚至很多观众现在提起赵丽颖，已经不再只是讨论她漂不漂亮，而是开始讨论她这次又会把角色演成什么样。双引号，这其实比单纯的流量认可更难得。而且说实话，赵丽颖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真实感。她演很多角色时，不会有那种高高在上的精英感，哪怕角色再强势，她依旧能保留一种普通人的倔强与疲惫感。所以观众会觉得她塑造的人物落地，像真实生活里存在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她适合长明，因为这个角色最核心的地方不是帅，而是扛。她要扛案件压力，扛职业责任，扛心理创伤，还要扛住情绪崩溃后的自我修复。这种人物如果演好了，观众看到的不会只是一个女警，而是一个在现实里不断和命运硬碰硬的人。而这种角色恰恰是赵丽颖现在最擅长的，所以很多网友才会说这角色太敢演，因为她不讨巧，不轻松，也很难演得漂亮。可一旦成功，真的会非常出圈。现在唯一让大家着急的，大概就是剧方还没正式官宣。尤其网上关于男主阵容、搭档演员的讨论已经越来越热，刘学义呼声也确实很高。无论最后是谁出演，其实观众最期待的
还是希望这部剧别浪费这么好的角色设定。毕竟，对于现在的赵丽颖来说，大家早已经不满足于看她赢，更多人想看的是她还能把自己逼到什么程度。赵丽颖换回长发美出新高度，低扎马尾搭连衣裙，还是那么温柔少女。赵丽颖属于圆脸美女，幼态脸，不管是短发还是长发都很美。前段时间的短发造型让她看起来干练中带有英气感，而换回长发美出新高度，低扎马尾造型让她看起来温柔如少女。低扎马尾辫，圆润显脸小。赵丽颖这次换的低马尾辫值得普通女孩借鉴。首先，她这款发型通过蓬松的颅顶和低扎编发技巧打造出优雅立体的发型，适合那些扁头女孩，因为这样的蓬松度可以改善扁头和增加发量感。此外，低马尾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印象。当然，发型的搭配也很重要，不同的服装风格会给低马尾带来不同的感觉。像赵丽颖身穿印花连衣裙，搭配白衣天使的服饰，淡妆也能很温柔。在日常生活中，亚洲女生更适合清新的妆容，干净匀称的肤色搭配低马尾，给人一种自然亲切的感觉。那么，你喜欢她的新造型吗？看到赵丽颖这次重新换回长发，很多人第一反应大概都是那个熟悉的颖宝又回来了。尤其是低扎马尾一出来，真的有种时光突然慢下来的感觉。娱乐圈这些年流行过太多夸张造型，有些女明星为了高级感拼命往冷艳路线靠，但赵丽颖身上始终有一种特别难得的东西——亲和力。她不需要特别锋利的妆容，也不需要浓烈气场，一个简单低马尾就足够让人移不开眼。而且她这次的状态，最打动人的其实不是美，而是那种很舒服的温柔感。很多圆脸女演员一旦到了30多岁，就会拼命追求成熟感，生怕别人再说幼态。可赵丽颖反而越来越自然，她没有刻意对抗自己的脸型优势，反而把圆脸的柔和感发挥到了极致。低扎马尾配蓬松颅顶，不但让脸显得更小，更重要的是整个人看起来特别轻盈，有种韩剧女主刚从春天里走出来的氛围。其实仔细看会发现，赵丽颖这些年的变化很有意思。以前她给人的感觉更偏甜，像花千骨时期那种单纯灵动几乎成了她的标签。但现在的她，温柔里多了几分沉静。尤其经历了事业转型、婚姻变化、带娃生活之后，她的气质明显变得更松弛了。不是少女硬演少女，而是一种真正经历过生活后依然保留柔软感的状态。这种感觉反而比年轻时更迷人。而且她这次的穿搭也特别聪明，印花连衣裙本身就容易显俗，但赵丽颖的优势在于她气质干净，淡妆加低马尾，把那种婆杂感压住了。很多网友都说她像白衣天使，其实说到底就是她身上那股清透感太强。现在很多女明星拍照都喜欢浓妆、大红唇、高定礼服，恨不得把我很贵写脸上。但赵丽颖偏偏相反，她越简单越好看。这种美其实很符合亚洲观众审美，尤其是25岁以上的观众，会越来越发现，真正耐看的女生，往往不是攻击性最强的，而是让人觉得舒服、自然、有生命力的。赵丽颖身上一直有这种烟火气，哪怕她现在已经是顶流女演员，拿过很多重要奖项，也演了越来越多现实题材角色，但她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很多普通女生看到她的低马尾，会忍不住想，原来我平时也可以这样扎。这就是她厉害的地方。还有一点特别真实，就是她现在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了。短发时期的赵丽颖确实很飒，也有种职场女性的利落感，但长发一回来，整个人气质立刻柔和了不少。不是说短发不好，而是她本身五官偏圆润，长发会把她脸部线条修饰得更温婉。尤其低扎发尾那种微微松散感，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系电影里的治愈系女主角。其实娱乐圈从来不缺漂亮女明星，但像赵丽颖这样能让不同年龄层观众都觉得亲切的，真的不多。年轻女孩会羡慕她的状态，成熟观众又会欣赏她这些年的成长。她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韧劲，不是张扬的证明自己，而是安安静静的变好。所以很多人看到她这次长发造型后会感慨，她怎么越来越有味道了。因为真正的美从来不是单纯靠脸，而是经历、气质和状态慢慢沉淀出来的。赵丽颖现在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她已经不再只是那个可爱甜妹，而是一个经历过风雨后依然保有少女感与温柔感的女人。这样的她比单纯年轻时更动人。如果问我喜不喜欢她这次的新造型，我会觉得这可能不是最惊艳的造型，却是最适合她，也最容易让人心动的一次。那种轻轻扎起的低马尾，真的像把很多人记忆里最温柔的青春感又悄悄带回来了。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